上一讲我们讲了《道德经》中所说的世界的4个等级：人、地、天、道。道是世界的最高等级，它的本质是一个洼地，它是空的，是低洼的，也因此具有了容纳性。所以世界上所有的资源都涌向它，奔向它。这个世界真正的强者并不是那些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人，而是能够达到贯通天地人那样一种状态，以天下之至容，驰骋天下之至见。这一讲我们来解析一下《道德经》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玄。提到《道德经》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常识性的见解，就是它是玄学。这个很常识性的说法里头还包含着一种深刻的见解。没错，《道德经》就是玄学。在中国的文献典籍里头，《道德经》被称为3玄之一。3玄就是《道德经》、庄子，也就是南华真经，还有易经。这3部经典的一个核心的主题就是玄。对玄这个概念呢，我们了解的其实并不是太多。玄本来的意思就是指黑色，是古代在丝绸染色的时候一种纯正的黑色，就是黑当中最纯正的这种黑色，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一种勾稽黑。由黑色引申出还有深和远，比如说玄深，比曾参还小得很远的孙子。总而言之呢，就是深不可测、深不可见那样的一种状态，就叫玄。道德经提到玄的一共有6章，我们可以梳理一下。道德经的第1章就酿出了玄这个字，道可大非常道，名可命非常命。之后就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就是来命名天地之始，有呢是命名万物之母。这里的得解释一下什么叫始。没有怀孕的子宫就叫着胎，在古代写着始，开始的始。怀孕了，胎中有胚，形成了胚胎，那就是母。所以呢，胎呢就是一个无的，就是什么都没有，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和开始，然后才出现了有。故常无，欲以观其妙。无呢，让我们领悟到世界、宇宙事物的妙。什么叫妙？妙它本来的意思就是女性处在一个女孩和女人之间的那样一个年龄，妙龄女郎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边界很模糊，你很难对这种状态进行清晰的鉴定，很难对它进行把握，这种状态就叫妙。而常以观其教呢，这个教就是边界，就是能扩。有就是让我们看到它的某种能扩，而无呢是让我们看到它的那种没有边界、无法把握的那一面。此二者有和无，它是同出而异名。同出于哪儿？出于道。这个道就是它既是无又是有，从某个角度看它是无，从某个角度它是有。这两者又欲是同出而异名，我们都把它叫做玄。第一层的玄就是有一个胚胎那种状态，它是很微妙的，那个时候你还看不出它以后所成长的那种完整的形态，所以呢，它也是一种玄的状态。当然再往前推，它就是完全是无的状态，所以这是2层玄，终极的玄就是无。所以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它是有了玄，然后才有了妙，所以汉语当中就出现了一个词叫玄妙。道德经第6章是这样说的：谷神不死，是为玄牝。玄牝之门，斯为天地根。绵绵若尘，用之不勤。这个谷神是古人想象的，就是他从拟人的方法。我们提一句，以后还会讲，道德经里头有非常浓厚的生之崇拜，对女性生殖的一种崇拜。生命之源，安认为生命之源不仅是人，是万物天地产生的那个源头，他把它称为谷神。这个谷神的特点呢，就是它是一个空的，但是仍然源源不断的产生生命，产生万物。所以呢，这个谷神呢就称为玄牝，就是玄之又玄的，作为众妙之门的那个生命之源。玄牝之门呢，是为天地根，它的特点是绵绵若尘，它就不断的产生生命，但是呢，永远不会穷尽，用之不尽。
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是对玄的另外一种解释。还有在《道德经》第10章里头呢，我们也提到了一个词叫玄暖，玄暖，涤除玄暖，能无疵乎？什么叫玄暖？就是我们在有光照的情况下，我们能看见所有这些东西五颜六色的各种各样的形状色彩的东西，但是呢，一旦没有光了之后，进入到黑暗当中，在黑暗当中你还能看见那个东西。这是中西早期的哲学都强调超越肉眼能看到世界真相的这样一种能力。古希腊叫 eidos， 就是后来衍生出这个词叫 idea， 就是观念。我们中国译成观念，观用念头去观想它，就观念。通常的说法里头，我们说这个人开了天眼，或者说他有第三只眼，这样一种用灵魂之眼去看见世界的真相的能力，就是玄览。还有在《道德经》第15章里头也提到了玄，他说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善为士者，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那些成大事的高效能的人，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他能够见微，看到微的东西，然后是见到妙的东西，隐没在黑暗当中也能把握通，就最终在这种微妙玄当中，你能够通达，你能够把握他的心智状态处在一种深不可识，也就是他识所不可识，他能够看见不可看见的东西，于此他自己呢又处在一种不可看见的状态，这就是道德经所推崇的那样一种状态。说道德经用诗化的语言对善为士者做了一个描述，因为你不可看，他能看见不可看见的，同时他又不可看见。这是我们在博弈的时候，在军事上是最高的一种状态，你能看见他不可看见的东西，而他又看不见你。夫为不可执，故强为之勇，就是因为我们看不见，我们勉强的对它进行一种描述，它是一种像冬天的时候在如履薄冰的时候那种警醒的状态，就像武士守卫着国境，四处都是敌人的那种状态，他保持着一种警醒。他那种庄重的状态呢，就像是出席一个盛大的仪式，到人家里去做客，他进行了很多的描述。总而言之呢，就是能够处在这种状态的人呢，他就是保此道者，不欲盈。夫为不盈，故能避而星辰。就是他所处的状态是一个你很难描述的状态，他所在的位置是你很难描述的位置。而他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或者他在拥有某种资源的时候，他永远不谋求完满的状态，就赢的状态，他总能够止住。就像曾国藩说的，君子求缺，小人求全。红楼梦里头那些大事件发生的那种大灾变，差不多都是15月亮一圆就会有大灾难出现。不欲盈，因为夫为不盈，他不请求那种所谓的完满，所以他即使是旧的，他也能够成为一朵新的东西。还有就是玄德了，就是在51章和65章2次提到了一个词叫玄德。那个玄德是什么呢？在51章当中他说的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斯为玄德。一个东西但开风气，不为师，才是真正的大师。这个孩子是你生下来，但是你不占有他，你谋求一个事，但是你不靠这件事情，你让它生长，但是你不去试图去主宰它。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是一种最高级的领导力，就像操作系统一样，它存在，它支撑，但是你往往你感受不到它的主宰，感受不到它的控制。在这个世界上，你人的生存有很多东西，最重要的东西都是这样的。比如说空气，你感受到它的存在吗？你感受它在主宰你吗？阳光、水，只有在你匮乏的时候，突然没有空气的时候，你才意识到它的存在以及它有多重要。这是一种高级的领导力，这种东西叫玄德。在65章里头，他又对玄德呢进行了一种解释。他说常知极是，斯为玄德。什么叫极是？我们通常说的荒诞无稽、滑稽的这个稽，它的本来的意思是指树木往上生长，它就停止生长了，就是叫取头就头，长着长着它弯下来了，止住不长。
或者是情流，这叫激。知道这个激，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种激流勇退的状态，在这种见好就收的状态，在乾卦里头的第5爻，它是怎么说了？叫飞龙在天。第6爻是亢龙有悔，从潜龙勿用深浅的那种状态到见龙在田，一直到第5爻的时候，9是9就是阳嘛，这个乾卦所有的爻都是阳爻，在第5爻是这样一种状态，它飞龙在天，但是它不谋求第6爻。如果你要是走到第6爻的话，就是亢龙有悔，这就是前面说的不欲。保此道者，不欲淫，夫为不淫，故能避而星辰，这样一种状态，这就叫常之激逝，是为玄德。这2个对玄德的解释结合起来，我们更容易了解到什么叫玄德。我们一说了玄德，你可能早就想到这不就是刘备吗？刘备就叫刘玄德，他名字叫备，字玄德。古人的名和字，它是用2个不同的界面表达同一个意思。陶渊明、陶潜，它是一个意思。要理解什么叫玄德，你就要理解什么叫备。备的本来的意思是齐备，但是不显现。一定记住啊，它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的完备，都齐备。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不显现，叫君子备而不泰，就是君子什么都有，但是他不表现出来。就中庸里头讲的那种隐而自综合的那种状态啊，隐而不发的那种状态叫备。我们看前面的一个玄德是不是就是备而不泰？在第56章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玄同。我们知道了玄男以后，我们就能够理解什么叫玄同。黑暗当中是不是所有的，不管你是什么颜色，你都是同一种颜色，其实都是无，所以叫错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神。在故宫的太和殿上，我们看到康熙写的那个4个字和光同层，就是贵贱各种的分别你是看不到的。一个人作为君子，作为大人，作为圣人，你的一个很重要的状态就是你不能像小人，对所有的东西都有分别，都有对待，它表现出一种隐而不发的状态，这就叫玄同。当我们把出现在《道德经》的玄字做了这一番梳理以后，我们对玄就有了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以后我们还会细说这个玄。可以说《道德经》就是一部玄学，关于玄的学问。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玄到底意味着什么呢？